释迦牟尼佛在给他的弟子讲法时，谈到了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释迦牟尼是现在佛，原始六佛是过去佛，而未来佛则是弥勒佛。未来佛是要到末法末劫的时候下世救度众生去未来世界的佛。在历史上的道家中也多次谈到过弥勒，称之为弥勒教主或上上祖，是传播后道救度众生之大道觉悟者。那么弥勒佛何时会下世呢？未来佛弥勒何时降生人间？佛经中关于弥勒成佛的时间至少有6种以上的不同说法，其中的56亿7千万年后弥勒成佛最为流行，这是时间最遥远也是最不靠谱的一种说法。科学考证表明，这种说法是由于古今纪年法的不同以及古人计算错误而造成的，而其他5种说法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1. 菩萨处胎经，弥勒当知汝复受记56亿7千万岁，于此数往下成无上等正觉。2. 定义经，弥勒5亿76万岁作佛。3. 波尼还经，却后1亿4千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4. 贤劫经，此是如来所生土地，佛在世时人寿8万4千岁，从第9节释迦牟尼佛人寿100岁到第10节弥勒佛人寿8万4千岁，间隔840万岁。5.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南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时，有世界名胜花夫，佛号弥勒。6. 长阿含经，如来时时出世，如幽昙波花11现耳。法华经文句4上，幽昙花者，此言灵锐，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这么多不同的弥勒成佛时间，不矛盾吗？弥勒到底何时成佛呢？其实大度弥勒佛的寄语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识，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弥勒成佛，佛号为弥勒的佛不止一位。那么佛经中有多种不同的弥勒成佛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每一个说法。1. 菩萨处胎经，弥勒当知汝复受记56亿7千万岁，于此数往下成无上等正觉。在大乘经典中，弥勒是弥勒菩萨的姓，阿逸多是弥勒菩萨的名。据说弥勒出身于南天竺婆罗门家庭，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常修行菩萨道，现住兜率天兜率内院修行说法，在兜率天受尽后将下生人间成佛。据杂阿含经，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间400岁是兜率陀天上1日1夜，如是30日1月12月1岁，兜率陀天寿4000岁。于是菩萨处胎经与贤愚经等佛经中得出弥勒菩萨将于56亿7千万年后降生人间，这就是56亿7千万年的来历。可是根据杂阿含经真正的去科学计算一下，兜率天的天人寿命是4000岁，相当于人间5亿7600万年，这是以现代万万为亿的计法，如果以千万为亿，就会得到57亿600万年。流传到后来就变成了弥勒上生经中56亿年这样的记载，或是菩萨处胎经与贤愚经中56亿7千万年这样的记载。由此可见，佛教界最为流行的弥勒将于56亿7千万年后成佛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种说法是由于古今纪年法的不同以及古人计算错误而造成的。2. 定义经，弥勒5亿76万岁作佛。根据上面杂阿含经提到的兜率天的天人寿命是4000岁，相当于人间5亿7600万年，这是以现代万万为一的计法。定义经中可能将千误写成10了，这样就有了弥勒5亿76万岁作佛的说法。如果依据兜率天的天人寿命是4000岁来换算成人间的时间，第二种说法定义经的时间比第一种菩萨处胎经要更加准确一些，更有道理。3. 波尼还经，却后1亿4千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根据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释迦回忆说，弥勒发意先我之前42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于此贤劫以达精进，超越9劫，得无上真正之道，成最正觉。也就是说，弥勒佛比释迦牟尼佛晚9劫成佛。这里的9劫是贤劫中的9小劫。1小劫是多少年？佛教中的一个大劫包括成、住、坏、空4个中劫。贤劫是大劫中的住劫。贤劫有20个小劫，而1小劫包含一个增劫和一个减劫。增劫有人寿最短10岁时，每100年增1岁，增至人寿84000岁为止，共840万年。减寿再由人寿84000岁开始，每100年减1岁，减至人寿10岁为止，共840万年。所以1小劫约1680万岁，9小劫即14000万岁。所以波尼环经说，却后14000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可见这种说法也有道理。4. 贤劫经，此是如来所生土地，佛在世时人寿84000岁。从第9劫释迦牟尼佛人寿100岁，到第10劫弥勒佛人寿84000岁，间隔840万岁。根据贤劫经，弥勒佛在世时人寿84000岁，即弥勒上生经宗要。第9劫中释迦牟尼佛出世，第10劫中弥勒佛出世。释迦牟尼佛在贤劫第9小劫的末期，弥勒佛在贤劫第10小劫的中期，比释迦牟尼佛晚一个增劫出世，即弥勒约840万年后作佛。这种说法也有道理。5. 一切智光明仙人此心因缘不食肉经，乃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时，有世界名胜花夫，佛号弥勒。一切智光明仙人此心因缘不食肉经的经文表明，无量劫以前已有一位佛号为弥勒的古佛，他有一个弟子叫一切智光明，这个弟子也发愿未来成佛，佛号也是弥勒。一切智光明后来又做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还是姓弥勒，名字为阿逸多，将于56亿万岁后于转轮圣王国土华林园中金刚座楚龙华菩提树下成佛。中阿含经也提到，世尊告曰，阿逸多，汝于未来久远人寿8万岁时，当得作王，号名约罗，为转轮王。这样一来，由于弥勒可以救世阿逸多，因此未来佛弥勒也就可以是转轮圣王了。由此可知一个天机，弥勒像人的姓氏一样，只是一种佛号，佛号为弥勒的佛有很多位，比如不同的弥勒佛就有弥勒古佛、大肚弥勒佛、转轮圣王弥勒佛、阿逸多弥勒佛。只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之后，口耳相传几百年后，人们才将佛经正式编纂成书，再加上后世的罗汉菩萨们不能完全理解释迦佛在如来佛那个层次中讲的话，佛经中很多处已经不是释迦佛的原话了。人们在佛经编撰的过程中，把不同的弥勒佛混淆成一位弥勒佛，这样才造成了很多佛经自相矛盾。弥勒佛有很多位这种说法，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佛经中有多种不同的弥勒成佛时间。6. 长阿含经，如来世时出世，如幽昙波花，11现耳。法华经文句4上，幽昙花者，此言灵锐，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长阿含经的如来世时出世，与上面第5种说法弥勒有很多位，以及大肚弥勒佛的寄语是互相吻合的。1000多年前的布袋和尚的寄语，无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虽然是一躯，分身100千亿，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实是10人，10人自不识，也已经暗示了弥勒佛不止一位。历史上有很多人修成了弥勒佛，只不过过去大多不被人认识罢了。虽然佛教徒的观念中弥勒佛就只有一位，但是在民间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布袋和尚修成了大肚弥勒佛，所以各大寺庙一进门就能看见天王殿中供奉的大肚弥勒佛像。在单独供奉的各种佛像坐像中，弥勒佛像和其他的佛像有个显著的区别，其他的佛像大多都是双脚盘坐的结跏趺坐姿势，
而弥勒佛像大多都是像四川乐山弥勒大佛那样双脚垂坐的善加趺坐姿势。这种弥勒佛像实际上象征着入世修行的觉者，而在佛家寓言中，转轮圣王就是入世修行的觉者。在古印度佛教历史中和吠陀本集都有预言，人中有2个伟大的觉者将士，佛陀和转轮圣王，前者出家成佛，后者在家成佛。而释迦牟尼佛又预言，未来弥勒佛将住世传法度人，也就是说，转轮圣王未来将以弥勒佛的形象度人。转轮圣王是众王之王，众王之尊，福通人天，德通人天，利通人天，智慧与般若相应。与释迦牟尼佛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转轮圣王是带领众生在家修炼，明心见性，不脱离世缘，即可以不出家而修炼，在家成佛。转轮圣王在未来成佛，即为弥勒佛。转轮圣王既然是众王之王，他度的人修成的果位都很高。总结一下佛经中关于弥勒成佛的6种时间说法，除了第一种说法56亿7千万年后弥勒成佛是误传之外，其他5种时间都是有根据、有道理的。这些时间各不相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一个天机，弥勒只是一种佛号，弥勒佛不止一位。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是10人，10人自不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弥勒佛出世。这些天机告诫人们，佛法修炼者不要执着于时间表象与外在形式，不要因为执着于阿逸多弥勒的成佛时间，就轻易否定1000多年前就已到来的大度弥勒佛，以及佛历3000年时代到来的转轮圣王弥勒佛。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珍惜佛缘，就在此生。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